据一枚今日印度的消息称，一直就因为划分的边界问题而争吵不休的印度的阿萨姆邦和米佐拉姆邦，这回吵着吵着就吵起了真火，导致两大邦爆发武力冲突。起初，两个邦只是互相投掷石块，但是随着局势升级，使得印度警察也不得不使用催泪弹来进行战斗。这一次，大约有1200名印度米佐拉姆邦的警察和民众围攻了一支200人左右的阿萨姆邦警察部队，造成18人死亡。紧张的局势让印度面临着分裂危机。为此，还有一枚警告莫迪，尽快妥善解决两个邦之间的分歧，不要让中国人看热闹。如果内乱再不解决，那在边境跃跃欲试的中国人看了会发笑。但有一说一，这次两个邦突然之间的内战，直接让莫迪陷入了两难。众所周知，莫迪近来在国际上的举动非常大胆，首先是屯兵20万在中印边境，其次是发话要干预阿富汗局势。可现在莫迪都还没有出兵阿富汗，自己人却先打起来了，这对于常常以亚洲大国自居的印度人而言，无疑不是自己在自己脸上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据了解，到底是哪方先动手，目前已经调查不清楚了。但是这场突来的内战着实打了莫迪一个措手不及。冲突爆发后，虽然莫迪的内政部长及时致电了两个邦的部长，要求双方不要扩大事态，但直接被两个邦的部长无视了。不过印度政府对此却无能为力，所以目前这两个邦的人仍我行我素，在临近区域都驻扎有大批的警察力量，随时准备发起下一轮冲突。其实吧，也不止这两个邦，印度各地之间其实多多少少都有点龌龊，富的富，穷的穷，这也导致了印度各邦之间贫富差距悬殊。作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印度的基尼系数一直居高不下，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此一个奇怪的国家，能够平稳运转这么多年，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但与整体而言，更奇怪的当属印度人的自信。要知道，莫迪的目标是走向世界，当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可现在他连自身事务都处理不好，还怎么处理国际上的事务？美国一直将中俄两国看作是美国当前局势下最大的挑战，因为他们怕的是，如果放任中俄两国继续发展的话，必定会影响到美国的地位。所以拜登就把中俄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想方设法压制中国和俄罗斯。此前有网友称，美国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在逼迫中俄两国联手。如今这个说法似乎已经快要变成现实了。据国防部网站相关消息报道，29号下午，我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在举行国防部例行记者会的时候表示，中国将与俄罗斯联邦国防部联合宣布中俄两国达成共识，并计划将于8月中旬在我国宁夏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举行代号为西部联合2021的联合军事演练。报道称，此次军事演练的兵力将达1万余人，主要进行多型无人机、火炮和装甲装备、电子信息攻击等项目演练。这次的联合演练将推动中俄两国战略合作关系，深化两军务实合作交流，培养两军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现如今美国好像也注意到了中俄两国的发展局势，开始紧急降温，似乎是放出了求饶信号，在求中国放美国一马。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相关消息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访问新加坡时发表的演讲中表示，正如美国总统拜登所言，我们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不会寻求与中国发生矛盾，更不想与中国发生冲突。中国的军事力量给世界各国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美国会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建设关系，和中国保持合作，共同应对困难。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的逼迫下，奥斯汀如今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和俄罗斯将有可能联合。当前局势下，中国军事实力已经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威慑力。如果解放军与俄罗斯军队联合时，美国根本没有赢的可能。之前就有美国的军事专家进行了模拟，美国与中俄同时开战的情景，想明白美国目前是否能够同时应对中俄两个对手。但是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无法长期控制中俄两国，若同时与中俄开战的话，那只会把美国军队推向地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发生战争。所以说，美国也不要得寸进尺、咄咄逼人。他们应该明白，战争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更不能逼迫中俄妥协。如果美国还是执迷不悟、不能清醒，继续冒险与中俄做斗争的话，那中俄一定会让美国吃不了兜着走。印度最近被磨灭的气焰又升了起来，从3件事可以看出印度的狂妄。在奥运火爆的时候，扬言想获取好的成绩，随后更是直言印度有军事能力，只是迫于形势没有机会展示。而近日印度大肆其词，与中国相比，本国处于上风。
据今日印度理译文称，印度对东京奥运会非常看重，直言这是13亿人的梦想，想要挽回以前留下的不好印象，借争取奖项鼓舞士气，为印度目前状况平添一份喜悦。在问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时，印度被其塑造成了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和平正义形象，并直言印度的失败只是局限于对策，不像巴基斯坦那样受限于政治和军事能力。印度完全有能力，只要其表现出强大的战役，必定会带来强大的影响。而目前只是因为印度没有做好准备，这并不能说明印度没有实力。印度这明显是在为自己找台阶下。谁不知印度的嘴皮子功夫，没有本事还喜欢挑事。这番话不仅不能说明自己的实力，还只会让人看到印度的不怀好意，这是在挑起事端，想进一步打破现有和平及稳定。据印度时报称，印度在中印边界部署阵风，这是对中国的有力威胁，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给中国带来威慑。尽管中国部署的数量远超印度，但是印度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相比于中方，印度这边的地形更加平缓，更有利于实战。除此之外，印度对自己变现出强大的自信，好像自己位于无敌的状态，谁来谁输。迷之自信，杜恩龙直言印度没有实力。事实上，一枚叫嚣中国是无知的表现，这是太过抬举自己了。即使有强大的武器，也未必能发挥出最佳的效果。很明显，其叫嚣的资本就是所谓的进口武器。而印度被称为万国造不是没有理由的，好武器未必能适应印度的国情，而印度不去加强自身技术，一味鼓吹自身优势，挑衅其他国家，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总而言之，针对目前紧张的局势，印度应该保持安静，而不是大肆滋事，毕竟枪打出头鸟。印度进一步挑衅，企图让整个局势升温，频繁踩在敏感地带，势必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本来印度在大家的心里本就不是好人模样，再如此下去只会落得一身骂名，自讨苦吃。所谓一步错步步错，印度如果不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及时补救，还一味的制造麻烦，必会自取其辱。英国航母已经入南海，巧合的是，按照先前的计划，与解放军在南海2个禁航区演习的时间一致。英国明知道会遇到和美国相似的待遇，偏要来试试，看中国会不会像俄罗斯一样扔炸弹。而中国海军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近距离地了解英航母的各种参数。据参考消息报道，英航母已经闯入了南中国海，伊丽莎白女王号距离山东舰仅580海里。目前英军舰没有做出过激行为，但不排除美军舰脱离编队单独行动的可能。目前不只是海军正在监视之中，空军和火箭军也处于待命状态。不知道英航母这次南海之行能有多硬气。英国此前宣称要在中国南海进行军演或进行航行自由，有可能会像在黑海一样硬闯中国海域。英国航母上目前有18架 F-35B， 但是其中的10架都是租借美国的。F-35B 由于是单发垂直起降，作战半径非常有限。英国航母编队有45型驱逐舰1艘、23型护卫舰2艘、补给舰2艘、机敏级核潜艇1艘、美伯克级驱逐舰1艘、荷兰7省级护卫舰1艘。目前在南海的山东号航母编队有 052C、052D、055型驱逐舰、054A 型护卫舰、093型攻击核潜艇等，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对英军都有很大的优势。而我军的火箭军东风21、东风26和空军轰6、歼16早已摩拳擦掌，可能不等海军出手，早已全歼英军。在第一岛链，连美国都不敢挑衅中国，英国哪来的勇气？也难怪有巴西观察人士评论道，英军航母敢闯进南海，相当于中国海军迎来练兵机会。虽然航行自由到底是商船还是军舰，美英在混淆一个概念。商船在航行受到威胁，本身就是美国的一个虚幻构想，一个在战争爆发后的假设。但和平年代这个根本站不住脚，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军认为世界海域是自己的管辖范围，美军舰要获得全球海洋的霸权，外国军舰就将被美军压制在港口不能出来。南海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也是中国海上贸易重要的通道。南海不仅对美英很重要，对中国更重要。美英只重视自身利益是极其自私的行为，英军只是美军一个可笑的小跟班。美国一直是局势的制造者，不断的挑起一些事端的目的是什么？可能从美军的全球野心可以看出，美军在全球的军事扩张为他在全球贸易奠定了坚实基础。军队是让当地政府妥协的利器，往往能拿到优质的合同，所以美军屡试不爽。但中国在经济上的进步，不是美国运用军事手段威胁打压就能阻挡的，美国的阻拦只会倒逼中国更大的进步。
既然英军陪练来了，那就练练手，不知道会被打成几比0、2比0、3比0或者4比0也有可能，到那时可不要哭。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上升，我国以强大的军事实力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威慑力，让世界各国都看清楚了现在中国的强大。沉睡的巨龙已经苏醒了，中国以一个发展大国的身份站在了国际舞台中央。不仅军事实力强悍，我国航天技术的成就也是全球有目共睹的。中国一项项航天成就都让世界各国为之惊叹，但是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止。近日，我国又迎来了一项重大成就。据《环球时报》相关消息报道，近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天惠1号04星。报道称，这是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次成功发射，卫星已经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也取得了圆满成功。这颗卫星的主要作用是用于研究科学实验、开展国土资源普查、地图绘测等。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近期以各种傲慢与偏见的态度看待中国，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对我国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嫉妒心理，所以想方设法想遏制我国的发展，不但进行军事干扰，而且在航空领域也是如此。前一阵，美国就公开渲染中国的卫星对世界安全带来了威胁，还宣称将建立太空监测器来监视我国在外太空的一举一动。这其实就是美国的老把戏，他们习惯建立威胁论，然后为自己的错误恶劣的行径充当挡箭牌，来无端抹黑中国。所以说，我们不但要发展，还要迅速地发展我国实力。美国之所以总是狂言以实力的地位出发，就是因为美国目前的一些领域确实领先于中国。我们只有借机不断超越美国，让美国人看到中国的强大，看到中国的实力，他们才会不敢傲慢地讲自己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了。对此，有国际观察人士评论称，中国崛起的速度已经不可阻挡了，他们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还有人评论到，如今的中国不只有航空领域发达，其他领域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所以中国应该领导亚洲，这样和平才有保障。也有人为中国取得的成就送来了祝福，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工程师经过了辛辛苦苦的努力之后才取得的成就。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了不起的。总而言之，中国已经踏上了走向世界超级大国的道路。中国的一项项成就都说明了，如今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中国。任何人、任何国家想要欺负中国，都先要掂量掂量。东方巨龙已经苏醒了。在美国当地时间7月28日，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官方网站宣称，第7舰队麾下的滨海战斗舰塔尔萨号、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基德号以及第7舰队司令部直属排爆小队一同在南海执行军事行动。而在美军公开的视频中，这支综合性小编队在我国南海海域进行了水面作战演练和排雷反潜训练。不过，有知情人士透露，这次美军在反潜巡逻的时候，还在南海悄悄用舰载机投送了大规模的潜航器，形状看起来类似美军的剑鱼无人潜航器。据了解，这种剑鱼无人潜航器是由美国海军海洋学院研制的，水下航速达到5节，下潜最大深度能达到水下100米，拥有多功能传感器，能够对水下的水温、水文进行记录，甚至配置了水下相机和声纳系统。在和平时期，则是在敏感海域对敌方潜艇的活动进行侦查，搜集相关数据，在战时可以对水雷进行侦测。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海岸线广袤，东海、南海等海域备受外部势力觊觎。在今年4月15日的国家安全日里面，就曾经报道过，我国渔民经常在近海捕鱼时捞上来一些奇奇怪怪的铁疙瘩，送相关部门检测后才发现，都是境外势力在我国近海投送的无人潜航器。不过，也恰恰是因为我国渔民的勤劳，无数的无人潜航器被打捞上来，送给了有关部门，不光是发了财，还顺便帮助我国有力地破解了境外势力在我国周边海域组建的监控网络，甚至为我国全新的潜航器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参考。很有意思的是，面对如此尴尬的境地，境外势力不得不在无人潜航器上用中文标注潜航器无铜，打捞无用的字样，也算是深陷我国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而如今美军就是不信邪，又在南海玩老花样，重建对华监控网络，大规模投送无人潜航器，这次又要靠渔民朋友了。